我不该带的，对不起，他不会死啊，我干嘛带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爸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分享的呢是不周五的欧弟扇子。不周五的欧弟扇子呢是一直不时都会有人来问的，在直播中的时候，常常最常听到就是扇子怎么处理啊，或者是欧弟扇子它的2下中间到底可以塞入多少伏的攻击。那这边把它精简的一次讲清楚，把它简单化的说。首先，我们今天讲的是欧弟扇子，不是蓄力扇子。首先讲一个共同对策，就是所有角色大概都可以共用的，它的站蹲姿的那个判断落差很大，尤其它是大型的角色，所以说其他角色就已经有明显的差异了，何况是老伤那么大一只。所以这边一定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用厚的方式来应对，就是直接逃离掉这个战场的话，你要蹲姿，才可以让扇子不会碰到你。如果你站姿的时候呢，就躲不掉。这边讲一下，这个是一个共同对策，所有角色都适用的，只是老伤你必须要蹲姿。但是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扇子的绿冲的话，这个厚其实没那么好用，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的厚反而会创造出一个确反的空间给对方点到。再来就是很多老伤们都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直接一个大回棍，用指令头来结束一切。这一定是选择之一。那就会有人问说，这扇子这2下中间可以塞入多少伏？其实你可以塞入的空间很大哦，重攻击也是可以的。但它的问题不是中间可以塞入多少。那其实它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玩不周五的玩家们比较没有注意到的，欧弟扇子很吃2者中间的距离，听起来好像有点红。那我们这边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。我们一开始开局5-5，双方站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如果你老伤一直跟不周五卡在这样的距离的话，其实是吃亏的。欧弟扇子随便给他乱丢了，他如果丢出扇子来，扇子是有轨迹的，也就是说，等到扇子碰到你的时候，不周五它就已经可以动了。它已经可以动的时候，换你不能动了，因为这个距离的保护让它比你早动很多，那就会形成一件事，就是你什么时候做不了，硬挡它这一波攻击。你如果看着扇子眼睁睁在这个距离丢出来的话，你是无能为力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再往前一点，大概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有什么好处呢？看到你开始可以做出事情来阻止不周五，这就是距离的差别。扇子已经摸到我们了，看到没？这边摸到我们的时候呢，不周五它还不能动，等到它可以动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动了，这样子你才可以有效的做出对策来。所以这是开场的位置，这个是好的位置。我们跟不周五打的时候，尽量要维持在这样的位置中。那为什么会说维持在这个位置，而不是再更靠近一点呢？因为重脚，这个位置刚好是重脚尖端，你刚好后退、前进、后退都在一个暧昧的位置。这个位置稍微后退一点的时候，它重脚就踢不到了。
所以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位置中，你可以跟他好好的两者之间可以好好的周旋，打地面战，然后同时他的 OD 扇子丢出来，你是有办法可以做事情的。在这个位置上面呢，踢不到，可是我们老三的重手是摸得到的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其实才打得起来，才成立得起来。因此，所谓的扇子对策，第一个要吃的就是你的站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有一个玩家他的扇子对策做得很好，基本上你可以说他位置站得很好，位置对了才能对策扇子。那我们现在位置站对了，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？前面有讲过一个选择，就是指令头。基本上这个位置，只要他步骤5他选择了用绿冲的话，都会被指令头吃。不管他要打中打下，或者是摔，只要你卡好了这个位置，都可以在他做出事情前，直接把他用指令头拦截掉，而他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做取消。它原理呢，就是利用绿冲冲出来的时候，会有一段时间是没办法操作的，那个印子，我们提前就把用指令头把它抓掉了。所以这个位置可见知道，就是它封杀了不知火舞 OD 扇子绿冲的这条路线。那所以呢，不知火就开始会有改变到其他的路线，譬如最典型的，他直接选择跳路了，然后跳路他也可以选择说他要跟着扇子第一下进来还是第二下进来。所以老商用指令头的这条路线呢，也相对的风险变大了。当然有些人会看过我用下中手，下中手的话算是下中手等于是高风险跟低风险中间的一个中间值，可以选择用下中手。先示范一下。它一样可以有效的阻止绿冲。甚至如果你用赘述的话，还可以来得及做防御。但事实上，这个往往我们都是在暗慢的，因为在实战中呢，你要忽然间反映出这些事情的话，多少都会慢一些。然后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他刚好跳了，把你取消。所以到最后面呢，才会说最好的低风险的选项呢是下轻手。当然，你下轻手也是可以附带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会建议说我把下轻手放在一个拦截的位置，就是不管对方出什么，我们这个下轻手只是单纯的先卡着，让对方不敢乱动。下轻手可以阻止地面，然后再反映出对空，这是可行的哦。现在来看看效果怎么。前被阻止，空中刚好，所以可以看出来，本来没办法同时兼顾的事情，突然间集结。那代价是什么？代价就是我们的回馈可能没有那么好，而且呢 ，PP 毕竟啊会有这样的问题，就 PP 来不及对空。而且 PP 也会来不及连贯，就说这强制上呢，必须要用 ODP， 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变成是气换气的概念，但差别是我们会拿得到伤害，也可以得到一个压制的机会。那不做我这边它可以做什么？它可以做一些低风险的事情，但是就是比较更吃一点确认。代价是他也许会根本没拿到东西，白白浪费动力场。而我们不小心跑出了破绽呢，他就有可能这样子。当然他也可以混搭，这样子再进入，那就他一样可以得到一个有利的进攻机会。同时，当然这个样的行为也可以有效的避免他被抓。所以说呢，如果在这种位置上面，他们直接丢扇子，然后用走路的，或者干脆丢扇子。我们被扇子摸到了以后，他再做事情，他就可以排除掉说被我们直接硬拼大东西。但是我们下轻手毕竟还是很安全的，当你真的遇到这样子的不知火舞的时候，其实你下轻手也不会出什么事情。那我们可以
改成用 parry 的，就是下青手先阻止他绿冲，避免他绿冲，避免他前，先阻止了以后呢，看到他没有做事情，我们再用 parry 的配掉气功，像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反而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还是可以跟对方就拼一拼，像这样。以上呢就是不周五 OD 扇子的心得，谢谢大家。影片结束喽，谢谢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还喜欢，下次见喽。